现在医患关系既敏感又紧张，陆晨曦这么做，简直就是给科室留隐患。你说呢？我可以看一下这个病历吗？可以啊。心跳恢复了，多长时间3分47秒。继续手术。这病人也没有心脏病史，突然就这样，太吓人了。病人自述病史确实没有交代心脏问题，但3年前曾在我院普外科进行胃穿孔修补术，术中发生室颤，普外病历里记录过。志伟，暴露淋巴结，小心不要损伤气管。好，大血管钳。楚军刚来不久，可能还不熟悉我们组里的规矩。陆大夫向来要求在手术前尽量了解病人的既往病史。好。病人除了既往病史里有过室颤，昨天晚上11点15分，病人主诉心悸，护士检查床旁心电图没有发现异常。但不排除患者发生过一过性心律失常。楚大夫，今天早上交接班的时候提到过啊。我听见了，但我以为是常规的交班报告。淋巴结清理完毕。医学上，所有成为常规的报告，大都是事故和死亡中得来的经验，是一定要让每个大夫都注意的事项，而不是简单的例行公事。开始吻合吧，针线。您还是不用吻合器吧？手工吻合。那个，用请示一下杨主任吗？你要报告是你的事儿，手术台上以我的话为准。喂，我急诊陈少聪，陆晨曦下手术了没？还没呢。还没下？他什么时候下？这个说不准，有事儿吗？这样吧，你让他下了立马打电话给我。好的。哎，你等一下，陆大夫出来了。陆大夫，你电话。喂，陆晨曦。哎呀，你可下来了！那大卡血病人要走。杨主任，急诊收了大咖血，王晨说是您退回急诊的。那是王晨给病人介绍了病情和手术风险因素之后，病人自己选择不进行手术了。等病情稳定之后就出院。这是检查病人的病历，您看看，这么严重的肺部病变，一旦再次出血会危及生命。我工作11年了，没见过这种情况不做手术能痊愈的，而且我也不认为地方医院有能力完成这个手术。这是病人家属的决定。病人家属懂什么呀？懂脓胸、脓毒血症吗？知道支气管动脉出血怎么回事吗？陆大夫，请注意你的态度。手术做得好不是傲慢的理由。作为医生，你必须学会尊重同事，尊重患者。我不尊重患者，为了怕麻烦、怕欠费，误导患者不做手术，这就叫尊重患者吗？副院长，您现在有空吗？我今天必须耽误您几分钟。2号观察室多留意一下，最好复查一个血电解质。哦，还有那个大卡血的病人，一定要特别注意。如果他非要出院的话，一定让他把字签全了。他现在血氧还低着呢，分分钟可能再大出血。好，知道了。6号的。那是谁啊？这个大的阴影是个脓腔，这儿是个血管。这个脓腔这么大，恐怕会侵蚀到血管，而且肺脓肿很可能引发脓毒血症。什么？这就像是皮肤上长了个脓包一样，及早用药的话可以痊愈，
但是拖到后来，烂肉越来越多，就不可能治好了，只有把它切掉，否则感染控制不住的话，毒素就会入血。哦，你要这么解释啊，我就明白了，得切了。这就像我有位工友腿伤了，啊，没来得及去治，伤口啊流脓流血的，后来挖了一大块烂肉下去，医生说了，再耽误那就得截肢了。这么说，你同意手术了？那可不行。陆大夫是副院长的得意弟子，我不好跟他做过多的争执，也怕说的不对，影响不好。你科里的大夫该怎么管就怎么管，不要顾及我的关系。那好，当着院长，我今天就跟陆大夫说几句。第一，你工作态度恶劣。是，我刚刚对杨主任态度不好，我道歉。可是傅老师，这病例你也看了，从专业角度判断，我做的决定有错吗？陆大夫，我再提醒你一次，我们探讨的不仅仅是医学上的问题。今天这个事情，你做了什么决定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患者自己的决定是什么。我要求跟这个病人再谈一次。陆晨曦，听杨主任把话说完。谢谢院长。我刚才说哪儿了？态度。啊，对，态度恶劣，不只是对我，很多病人和家属都反映过这个问题。第二，今天这个病人明确表示他不进行手术了，这是患者家属自己的选择。既然是我做主任，我就要求所有的医生必须尊重患者的选择，不能高高在上。谁高高在上了？我不尊重谁了？你既然是我科的员工，就应该遵守科室的纪律，不能因为你手术做得好就无视规矩吧。还有，你今天这个道歉，我接受，希望你引以为戒，以后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。傅老师，这个病人就这样吧，除非他自己要求手术，否则就不要再说了。陆晨曦，你休息一下，准备下午的门诊。院长，您别怪我，实在是有太多的同事和患者对陆大夫不满了。那你先忙，我走了。梁范，你上个月一次普通门诊都没出，是吗？您和那个杨主任说的是一样的，都不敢保证手术一定成功。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电工。你接的电路，是不是也不能100%保证，绝对不出现短路、断路或者各种故障？这个谁敢保证？但是一个经验丰富、熟练的电工接的电路，故障出现的可能性就小得多，对不对？对。仁和医院接诊的病例，确实要比县医院多得多。医生的经验和所受的培训也更强，越高难度的手术越应该在大医院做。你觉得呢？最近学术会议比较多，科研任务重，门诊有点耽误了。这不是理由。仁和医院首先是临床医院，不管你什么职位，不管你再怎么忙，保障给普通病人看病，还是首位的。院长说的是我没有把时间安排好。
杨帆，你干主任也好几年了，门诊、手术、科研和管理，还是要注意平衡的，不要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医疗器械和药物上，那不应该是你的主要工作。副院长，您是从前年手术之后，胸疼就一直没有好过吧？我没什么大问题。术后的保养很重要，如果有后遗症，也应该积极的治疗，控制药量。可怎么也不能疼的去吃超量的止疼药啊，甚至用酒服药。您作为院长，既要处理院里的日常事务，又要给普通病人上手术，确实很辛苦。但是手术期间用酒服药这件事儿，没有，我没有服药上过手术。对，不能这么说。可是平时服药过量、酗酒，跟手术间期用酒用药，这两者我明白是有区别的。可是媒体和记者明白吗？老百姓明白吗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让别人问出来，可就不好了。杨主任好。你好，杨水。这么巧啊？不是早跟你说过，没事别到这儿来找我吗？你若我愿意，您又不接我电话。快点，长话短说。这个季度的数据，你们胸外那个陆晨曦手术组，一个吻合器也没有用，这是故意跟我们过不去吗？无论是支持科研项目还是资助员工福利，我们公司可没少出力呀。再说了，我们公司的吻合器质量好、效果好，有研究数据支持嘛。陆大夫的手术做得好，他缝的比你们吻合器的效果不差。那如果是病人自己愿意用呢？今天上午那个病人赵伟刚，陆晨曦压根儿就没跟人提过有吻合器这个选择，人家听我说了才知道，别的患者都用了，而且效果很好。人家说了，如果早知道，当然要用。病人的意愿当然重要，但这话你说了没用，我说了也没用，得让病人自己说出来，让上上下下都听见了，这才有用。
我的祖宗，我这红烧肉12块钱一份，你1块就给我倒走3块钱。那大卡血的，最后还是没做手术。傅老师说不用我管了。不会吧？这事副院长都出面了。我找杨帆去吵这事儿，结果他也把我拉到傅老师那儿了。你说傅老师能怎么办？这种情况下，总得支持一下科主任吧。高，这军将的。哎，不过说回来啊，你也得收敛收敛。那杨帆是你的顶头上司，你这老跟领导对着干，太嚣张了，这可不行。谁老跟领导对着干了？我难道不想在他英明领导下老老实实的看病、搞科研、做手术啊？关键是他不让人安生治病啊！你没发现吗？我们科的化疗药和器材越卖越好，都快成专卖店了。姐，你小点声行不行？这是食堂，注意点影响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自打杨帆主持工作以后，你们兄外的名声是越来越大，待遇也是越来越好，我们看着还眼红呢。这待遇好了，才能招揽优秀的人才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听说杨帆刚从美国忽悠来一个专家，你绝对猜不到是谁。庄树。啊？你知道了？傅老跟我说了。哎，这个庄树啊，上学时候就听说过他的传奇，美国华裔年轻医生的翘楚。这种人物，副院长都请不来，怎么能让杨帆给请来呢？哼，反正肯定不是敬重杨帆的医术医德。那难道是为名为利？不至于吧？不过啊，毕竟他是杨帆请过来的，要是他跟杨帆沾一条线啊，你怎么办？反正这主一来，你这人和兄外头把刀，可能要一主喽。只要技术比我好，我无话可说。但要是跟杨帆一样，我宁可不在胸外待着。你们记者还要人吗？嘴是真硬。所有检查都已经做完了，这不下午医生刚上班吗？我也等医生给我确诊了我是什么病，我才能回来呀。哎，你们怎么回事啊？学生处离了我就不转了，我不在你们没法工作。就这么着，该干嘛干嘛。医生，我什么病？你呀，没什么病。什么叫没什么病？您看啊，该查的都查了，没有结核和恶性肿瘤，也没有支气管扩张。你之所以咳嗽带血痰，主要是因为长时间的咳嗽造成了咽喉的撕裂外伤，所以它里在带血，没什么大问题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我都咳血了，还叫没什么大问题？你们这儿还有什么更贵的号吗？我要看更好的专家。我就是呼吸科的主任，当然你也可以看其他的专家，但我认为其他的专家也会给出同样的结论。大夫，我邻居就是因为咳血刚做了手术，医院说了送晚了人都没了，我就是因为这个专门请假来看的病，我这单位还一堆事儿呢。我今天一定要把这病看了。您说吧，除了您这儿，我这症状哪个科室还管？你要是实在不放心的话，你可以再看看胸外科。你怎么认定就是我抠门不给咱妈用那个吻合器啊？我说话不信，你问问医生去啊。张大夫，你来说说这个事儿。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大夫，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说过，只要对我岳父的病情有好处，我不怕花钱，是不是？可那个陆大夫压根没跟我说过吻合器这个事情，我说的对不对？你跟他说。这个陆大夫提没提吻合器，我还真不太清楚。你看看，哎，我签字的时候你在旁边啊。你闭嘴！你们这胸外科都什么大夫啊？啊，之前说好的是专家，
我刚才一看就是个主治医生，装什么假？跟我爸一样的手术，那同病房的张先生、陈先生，人家都用了吻合器，为什么不给我们用啊？啊，就是，要是不刚才听那个小唐说起来，我们完全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啊。陆大夫，虽然按职称是主治医生，但手术做的绝对精细，都说是我们科的第一把刀。您去看看，他可在我们医院的专家栏上呢。那怎么我爸做完手术之后一直头晕恶心，体温还升高了？每个人的耐受力不同，身体状况也不同。您父亲年纪已经大了，还有其他病史，这种术后不适跟手术的关系真的不大。不大，这就还是有关系了。我现在问你啊，那个吻合器为什么手术之前跟我们提都不提？是不是这个陆医生没常识，还是经验不够？他是不是拿我爸练手呢？啊，对，为什么不跟我们先说一声啊？行了吧，你闭嘴，都怪你跟那几个学生说，他们的证件和材料不全，我这证明就是没法给他们开的，不是我愿不愿意补的问题。这学生处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，这是有国家的法律法规的，不是闹着玩的。嘘，你就这么跟他们说，我要看病了。大夫，我什么病啊？你这个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咳嗽时间长了，咽喉处毛细血管出血，所以痰带血。这个应该看呼吸内科。你把这个号拿到挂号处，重新挂一个，好吧？下一个，完事儿了。你就这么看病的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坐在这儿统共没有超过5分钟，你就要让我换到呼吸科去？你太草率了吧！根据我的检查和你的主诉症状，这个属于呼吸内科的治疗范围。这样说你明白了吧？你检查什么了？你连个片子都没拍吧？你还敢说你检查了？还专家呢，是吗？啊，你让我到呼吸内科去，那我问一下，你是看什么的呢？这么跟你说啊，你要到了呼吸内科，他们给你开片子了，照出了肺大泡、结核、肿瘤，需要开刀，你再来找我。肿瘤？你刚才没有说我这么严重啊？你怎么能这么理解呢？我说的是，如果万一是小概率事件，如果你不幸查出了肿瘤，来找我，不需要重新挂号，明白了吗？下一个。你什么态度？这个陆大夫上午给我爸做了手术，手术之前他压根都没跟我说可以使用吻合器的事儿，后来他自作主张的就进行了缝合。我爸现在发烧了，身体很不舒服。我看其他病友做完手术都挺好的，我后来一问才知道，人家都用了吻合器，那他为什么不给我们用啊？陆大夫对自己的缝合技术一直非常自信，但是他的确应该向你们告知，你们有其他选择的可能性。对呀，那他为什么不跟我们说啊？至少通知我们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庄大夫，什么事儿？你是说，患者的家属同意手术了？我都吐血了！我是专门请了假来看病的，我当然还一兜子事儿呢，我都咳血了。哎，你们那小年轻非说我没病，我明明是有病啊！真是的，哎，谁没事啊没病专门跑到你们医院来排你们的长队，挂你们的号，看你们的脸色啊！哎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好好说，你什么情况跟我说吧。什么叫好好说呀？我没好好说吗？是你们没好好说。哎，你不是刚才已经在黄主任那看过了吗？是啊，我刚才在你们呼吸内科看过了，没看出个所以然来，所以让我来转这个什么胸外科。我还是专门到外头跑了买了一个加号，还是专家号。就这么个小年轻专家，没看过几分钟呢，就告诉我说让我再回呼吸内科去。哎，怎么着？呼吸内科、胸外科，呼吸内科、胸外科，你们踢皮球呢？我是球啊！今天来的太晚了，有些必须要做的检查做不了了。明天一早空腹，直接到检验科抽血。拿到结果以后再来找我。好了，谢谢。帮你。陆大夫啊，这个病人先前在呼吸科看过了，黄主任给看的。
您看，你在呼吸科看过了？黄老师让你来外科的吗？你在内科的病历本呢？做什么检查了？怎么刚才不给我看呢？我就不给你看。你不给我看，为什么呀？我给你看了那边的，你照着说就行了。我也得知道你们两边说的一不一样啊。有意思，笑死人了。黄老师，我陆晨曦。哎。我这儿有一个病人叫陈慧英，咳嗽带血痰，就是这个人我看过了，就是咽喉撕裂伤，他可不好说话，你小心点。哎，行，我知道了，谢谢您啊。行了，你现在考验过了吧？我们内科和外科说的都一样，这样你就遵呼吸科医嘱吧。回家好好吃药休息，别瞎折腾了。谁瞎折腾了？谁瞎折腾了啊？怎么了？谁瞎折腾了？哎，别动手！吐血了！这是瞎折腾！这领导呢？动手呢？有啊，那吐血了叫瞎折腾啊！动手？什么叫动手啊？我好好说他听吗？我好好说他不欺负人吗？我错了，我收回，不是没有毛病，你是病得不轻你。你看见没？这什么态度啊？这是医生吗？这是祖宗！你消消气啊！消什么气呀？我来看病的，我是病人，我还看不够他白眼呢！赶紧的，让他给我转院啊！哎，你说我神经病啊！躲开！都躲开！我投诉他！随便。你先别生气，你消消气，我们会给你处理的。躲开！老李啊，这个欧文庄，3年前副院长就请过他一次，来咱们院讲课3个月，人家连信儿都没回，怎么杨主任就能把他请来呢？你说这得给他多少钱呢？要不说你们这些年轻的大夫政治上不成熟呢？干到他这个资历的专家，算计的不是收入待遇。副院长眼看着就要退休了，那下一任最有希望的是谁啊？不用我说了吧？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，咱们科这些技术骨干，包括我，都是副院长一手带起来的。一朝天子一朝臣嘛，杨主任要培养自己的人。可是这个庄树，他凭什么要听杨主任的呢？这个我就不知道了，除非啊，你问他自己去。你说呢，乔楚大夫？你们说的我也听不懂。不过这个病人我知道是陆大夫收进来的，不知道为什么主刀的却是庄大夫。没你们想的这么复杂。大家好，我是庄树。我回来是因为个人的私事儿。我在美国工作的医学院，所有教授每5年可有1年 sabbatical leave， 类似停薪留职，去尝试自己感兴趣的研究。而杨主任也希望巩固仁和在肺移植方面的领先地位。研究？仁和有您在美国都没法做的研究吗？当然，这里的患流量是加州中心的5倍，有更大的多样性。社会经济、饮食习惯等影响疾病发展和预后的因素都不同，对完善研究有很大帮助。我们开始吧。消毒。走。杨主任啊，你好。主任您来了。主任，那个患者呢？
还在那边劝着呢。这是他病历。怎么搞的，还能吵起来？他就是咳嗽带血，咱们医院内科、外科大夫都看过了，都觉得不重。他坚持说给他看的不好，就跟陆大夫起了冲突。这医嘱没问题啊。这个患者的情况，黄主任也很清楚，确实不能怪陆大夫。你妈妈这种情况，请副院长做肺移植手术是唯一的解决办法。怎么了？大夫，您没事吧？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刚才我在外面看见有个病人跟您吵架，可凶了。嗨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碰上了也能怎么办？还能不工作了？其实我妈妈这个病也看过好几家医院了，大夫都说要做肺移植。可是我妈妈年纪大了，我怕。我们院副院长是肺移植手术方面最权威的专家，之前效果最好的几例都是他做的。只要能请到他来做，我想把握还是很大的。那我考虑考虑吧。陆大夫，科里来电话，叫你上楼开紧急会。开什么会？我后面还有10几个病人呢。主任说了，叫你立刻上去，其他几位继续门诊，把你的病人分过去。我知道了。您呢，因为手术后的胸痛和其他压力，导致了抑郁症，再加上您过量的服药形成的药瘾，已经很难通过自行控制治愈了。我建议您暂停工作，进行系统治疗。我知道您是著名专家，很担心名誉会受到影响。我们会保护你的隐私。容我考虑一下。对不起，我接个电话。您请。副院长，陆晨曦和病人又发生矛盾了。他在病历上写下了病人是精神病的遗嘱。你不要说了，我现在在外面。这件事等我回去之后，我跟他问清楚。我准备召集胸外科开会，讨论处分他。开会处分？杨凡妮，我马上回去。院长，注意情绪。好了，关兄，镊子，针线。手术过程中才发现肿瘤，粘连还这么严重，但整个手术时长也没超过2个半小时。肺部感染脓肿的患者存在肿瘤是有可能的。急诊患者无法做全所有术前检查，但术者必须考虑所有可能性和相应方案。这个术式分离的步骤和细节上有些技巧，例会上我会详细讲的。可咱们院每天患流量这么大，别说没做全检查的急诊病人了，就说择期手术的住院病人，能把所有的手术方案都考虑周全吗？我觉得也有点难了。确实，谁也不可能做到万全。平时经验越丰富，意外出现时的应对方式就越完善。而像仁和这样接诊量大的医院，诸位的经验应该比我更加丰富，这也是我决定来贵院交流学习的原因之一。庄大夫，
杨主任说开紧急会，请您几位手术结束后去会议室。好。什么事儿啊？突然说要开会？有人告了陆晨曦，这回啊，他祸闯大。陆大夫，请你等一下。我们今天召开这个紧急的会议，是因为有人在工作当中出现了严重的损害医风医德的问题。这件事情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，严肃处理。医风医德，还严肃处理？处理我吗？就为了这么个老怀疑自己有病的学生处处长啊？主任，您听见了？我没瞎说吧？我怎么叫怀疑自己有病呢？谁没病来医院呢？你现在是当着你们领导的面都这么跟病人说话？各位领导，各位大夫，看看，一个年轻医生就是这么对待病人的吗？我都吐血了，引不起他的重视，非让我得了肿瘤再来找他，还说我这儿有病，太嚣张了吧！程处长，你不要生气，这件事我们一定会处理好的，请你放心。好，我来找您就是因为我相信领导的。这个会我们要开一会儿，您学校是不是还有其他事情？当然了，我很忙的，我没空陪您把会开完。哦，对了，您二位反映的问题涉及到同一位大夫，一会儿我们一块儿讨论。这个会还牵扯到科里其他的一些事情，要不你们先回去。处理完之后，我及时通知你们结果。喂，小范，把车到门口接我。好，病看完了。拜拜。好的，主任，我等着你们的处理结果。您放心，程处长。副院长。张教授第一天就上了手术。副院长，情况有点特殊，原本今天没有手术安排。这样。好，谢谢。副院长好。副院长好。张教授是赶去参加杨主任召开的紧急会吗？是副院长，我已经接受了杨主任的建议，接替陆晨曦大夫的教学主任和医病区主管职位。张教授第一天到仁和，不光上了手术，连主管任命都下来了。杨帆的动作倒是很快啊。我知道你会感到意外，还请您多支持我之后的工作。张教授需要我支持吗？当然。欢迎你到仁和来。
陆晨曦，现在请你跟大家说清楚，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一个因为自己咳嗽带血就怀疑自己有重大疾病的患者，一个患者因为术中没用吻合器，家属觉得我有问题，就这么简单。杨主任，您想干什么就直说吧。陆晨曦，科里抽出紧张的时间开会，不是来吵架的。我希望就事论事，解决具体问题。这份病历上有侮辱病人的字句，还有你的签字，你怎么解释？这就是我的诊断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陆晨曦，我再提醒你一次，如果你继续毫无悔意的话，你是要承担后果的。